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中国发生了一起非常有争议的事情，那就是大连工业大学以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为理由，把该校的女生叫李欣石开除了。这事情呢，真的非常有争议。我看了在网上呢，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的媒体的网上，大部分网友同意校方的做法，但对此我怎么看呢？首先，我想说，可能有一些网友不同意我的观点，可能有的网友会威胁说：“德国之士啊，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取关了。如果你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是自由的啊。”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心得啊。这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发生在去年12月，2024年12月，事件有2个主角，一个是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叫李欣石。另外一个是乌克兰的男主角，他是乌克兰前电竞选手，差不多40岁了。据说网上的消息说，他的女儿的年龄与这个李欣石差不多。该女主角有一位前男友，据说那时在上海有电竞比赛，为了让他的女朋友高兴，或者说前女友高兴，然后呢，这位中国前男友帮这个前女友买了飞机票，让她飞到上海去。哪知道这个李欣石飞到上海之后，不是去看什么电竞比赛，而是去与这个乌克兰前电竞选手搞一夜情。我估计呢，他们之前就勾搭上了，那就直接到上海去开房去了。哪知道这个是渣男，他把与这个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亲热的照片还有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我不知道他当初在酒店拍摄这种不雅场面的时候，是不是经过这个李姓女生的同意？而这个女生呢，知不知道为此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个乌克兰渣男回到乌克兰之后，他有一个粉丝群，于是呢，在网上就发布了与这位中国女生一夜情的照片、视频等等，然后还说他又搞定了一个 China is a girl。当然，这件事情呢，在外网也掀起了轩然大波，然后这样的消息也反馈回了给这位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然后整个学校炸锅了。当然，我能理解校方就是说他认为这样女生确实损害了我们大连工业大学的校誉，但是大连工业大学这样指名道姓在网上公开发布开除这个女性学籍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待商榷，这样的处罚太重了。另外呢，搞一夜情，它没有违反中国国家法律。如果大家不信，你去找找看中国民法大典，它违反了哪一条？有没有规定中国人不准与外国人有交往？这个正当不正当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禁止，那就说大连工业大学的做法可能违法了，并不是这个女生违法，而是大连工业大学校方违法了。这个女生当然做得不妥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我认为她只是伦理道德方面出了问题，违反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这点呢肯定需要批评。但是如果以此来开出她的学籍，我认为已经超过了，也就是说处罚太重了。反正我认为她应该没有违反中国法律，所以校方开出这个女生的这个原因，我认为呢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李欣石可以聘请律师帮他维权。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大连工业大学他做得过激了。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乌克兰渣男侵犯了李欣石的肖像权。作为校方，应该是站出来帮这个李姓女生维权才对，而不是在她被打倒之后又踹她一脚。那怎么去维权呢？比如说，可以通过中国驻乌克兰领事机构跟这个人交涉，要他把发布的东西把它删除，然后呢公开道歉。另外还有更重的处罚，比如说把他拉入黑名单，永远不准他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等等。因为很明显，只有乌克兰渣男这样做，把别个女生的与他亲热的照片还有录像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放到网上，这就说明这个人他没有道德底线，而以此为荣。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也违反了乌克兰法律呢？那中国方面是不是可以通过对外领事机构与乌克兰检方进行交涉呢？李欣石作为中国公民，他这样的肖像权被侵犯了，所以我认为
为了保护中国公民的权利，大连工业大学的校方以及中国驻乌克兰对外领事机构应该这样做。前面我提到，从伦理道德上，我特别反感李新石的做法，太轻率了。另外呢，有可能像有不少比例的中国人一样，直到2025年还有崇洋媚外的心理。可能他不知道呀，乌克兰是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国破家亡的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国格的国家。而他不管是从国家的国力，还有从人均收入来说，都与中国相差了一大截。乌克兰现在变成了可以说欧洲的子宫，变成了欧洲最穷的国家。但是即使这样，还免不了有一些中国女生前赴后继的往这乌克兰呀，还有往西方老外的那个身上扑，而且是倒贴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时候，前面提到是她的前男友，是她花前男友的钱帮她买的机票，让她飞到上海去。然后呢，她根本就不照顾她前男友的感情，竟然去与这个乌克兰渣男发生一夜情，就说明这个大连工业大学李新石这个女生，她的道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啊，她是崇洋媚外的，有很大的几率。目前啊，直到2025年，真的啊，在中国不管是男女，都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中国人，还有非常重的崇洋媚外情节。你看，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远远不如中国，他们的男人照样还受一些女生的欢迎，照样呢被倒贴。同时呢，我想问问这位李新石的女生，假如那位前电竞选手是个中国的男的，大概是30多岁、40岁的一个大叔，你会倒贴飞到上海去跟他开房约会吗？我相信99.9999%都不会，除非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帅的大叔，然后呢，床上功夫也了得。那满足这2个要求的，可能有0.001%的可能性，这位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会跟这个中国大叔上床，否则那就是崇洋媚外呀。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味的责怪这个中国女生，我还认为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宣传，特别是中国的官方媒体起了很大的、很坏的作用。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我发现中国官方媒体啊，对西方的宣传以正面为主，负面也有，但是正面为主，描绘人家西方怎么好呀，怎么样有素质啊等等，对不对？我最反感的还有一件事情，以前我在我的频道中也说过，中国的官方媒体啊都宣传啊，你看混血儿，也就是中国与外国的，特别与那个白人的男的那种混血儿有多漂亮，等等等等，有多洋气，像这种宣传就很不恰当。都已经2025年了，中国是世界上已经数1数2强大的国家了。如果是按照真正的实力来说，甚至军事方面很多方面也超过美国了。如果是要打一仗的话，我认为可能中国赢的几率要比美国赢更高。就说中国的国力啊，其实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即使这样，很多中国人还是得了软骨病。而这位大连女生这样做的，肯定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我们整个社会，还有整个教育系统、整个媒体系统都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大连女生她自己也是受害人。如果没错的话，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高校，现在呢还有不少的教授啊、老师，他们也是崇洋媚外的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呢是60后，有一部分70后，甚至50后也有，还有一部分80后。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崇洋媚外的人，所以在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会无形中、不知不觉的会灌输西方更好的思想，就是潜移默化的给中国的学生洗脑，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现象。所以说，中国女生呢是这位乌克兰渣男的受害者，也是中国教育系统啊、中国媒体的受害者。另外，我觉得大连工业大学这样做非常不妥当。因为李新石这样做，他只是违反了中国人伦理道德标准，但是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大连工业大学这样做是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还有名誉权，把李新石他个人私生活的事情呢上升到国格，我觉得这点太出格了。而且，校方这样做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连个人的私生活也管到了呢？这件事情让我特别胆寒。
让我想起了文革的时候，比如说在农村，一个男青年与一个女青年自由恋爱，然后呢，两人可能晚上手拉手出去散步，然后被本村人发现了，被本村人告发了，然后就被批斗，被当众羞辱，挂着那个破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以前40-50年前发生过，而现在大连工业大学校方把开除学籍的决定网上公开出来，然后呢还以信件的形式也寄给他父母，寄给他家，不仅是全大学知道，现在全社会全中国都知道了，让他本人名誉扫地，让他全家蒙羞。我认为啊，这件事情啊，李新石他出轨了，但是呢不能够说他代表整个国家的国格都被损害了。另外涉及到教育系统，为什么有些学生，我是说大学学生啊，还有一些社会青年，他现在还崇洋媚外？我认为与中国整个教育系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至少在很多大学仍然存在，那就是如果这个大学有外国留学生，那么外国留学生的待遇远远要好于本国学生的待遇，这点我坚决反对。比如说外国留学生也许呢是有单间、有空调、有独立的卫生间，或者是2人间，有空调、有独立卫生间，还有厨房等等。而中国大学生呢，可能是4人间是很好的待遇了，甚至6人间、8人间。所以啊，这个外国留学生与本班的中国学生在一起，他们谈论自己住宿条件的时候，那突然那个外国学生是不是显得非常的高大？然后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数中国学生显得呢非常的没有地位，这是妥妥的中国大学校方歧视本国大学生的这种赤裸裸的事件。我认为这样做非常的不可取，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样一对比，真的是赤裸裸的歧视自己本国学生，然后呢优待外国留学生了，让外国留学生高高在上了呢。其实就这样呀，这也难怪人家比如说一些中国女生往这外国留学生他身上趴。我认为校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有部分责任。话说了，我在德国留学过，德国对本国对外国学生没有任何的区别，对本国学生这样，对外国学生同样这样。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对外国人要区别对待呢？而且不仅是外国留学生有区别对待，我发现来中国的外国人，不管是他是博主啊，还是旅游者，还是任何其他一个渣男，大部分中国人，我认为对外国人过于热情，过于啊，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很多人内心是有双标的，对本国人可能更加冷淡，但是对外国人就特别热情，过分热情。但你可以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点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个度啊，过分热情就显得自己不自信，就显得呢是跪舔外国。而且我认为啊，大学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地方，能够让大学生释放他们生气的地方，让他们引号啊肆意妄为一点，只要他们不出格，不违反中国法律，可能他们偶尔会犯一些错，但是也允许他们犯错，甚至纠错。因为一个人一生，你敢说你永远不会犯错吗？大学生他最多可能是22、23岁，对不对？他们人格还没完全成熟。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允许至少有一次犯错的机会吧，不能因为李新石一时可能头脑发热，崇洋媚外了，然后呢就犯了一次他终生悔恨的错误。但是作为校方，考虑到一个人的前途大半辈子那么长，是不是应该给这个李新石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而不是通过一纸开出学籍的证明，然后把他打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说来说去，我真的是反对大连工业大学这样做。最后我还想说啊，像李新石这样的行为，就是说大老远飞到上海去倒贴这个乌克兰渣男，而且并不是什么很帅的一个男人啊，他的年龄可能和这李新石的父亲差不多了。这样一位渣男还倒贴上去，而这种行为呢，不仅仅在中国有，即使在德国这样一个引号啊高度富裕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说起来大家不信，其实在德国有相当比例的德国女生，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她们比如说非常喜欢倒贴给非洲的黑人男人，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大家只能自己去猜了啊。但是
德国人，特别是德国政府、德国大学，绝对不会以此为由开出某个大学女生的学籍，不会的，肯定不会。而德国政府啊，也不会说这有损我们德国的国格。我相信绝大部分德国男人也不会这样说。如果这样一件事情在德国成了新闻的话，我相信评论区大部分人都不会说你有损我们德国国格啦，你怎么样了，或者赞成德国大学的做法了，应该不会这样。对此呢，我非常有信心。我这样说出来，并不是说要与中国这个李新石比烂呀，我只是想说这是单独的个体行为，不能上升到他代表国家，更不能上升到给他扣帽子说有损国格。我觉得这样太超过了。德国人也不会这样做，大概率不会。那是什么呢？是说明人家更加包容开放，说明人家德国可能更自信。而中国人呢，这样我认为呢是反应过度了那么同样的情况，我觉得也会发生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泰国。刚才说了，欧洲不仅是德国、法国呀、英国这种国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如果是一件小事，然后呢就把一个大学学生的学籍开除了，这样毁了他大好的前程，因为他还有长长的大半辈子今后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样做真的是过火了。那么朋友们，刚才我把我的观点告诉大家了，你们觉得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奇葩呢？那么你们有什么想法？不管你是同意的、反对的，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